哪有人捉奸捉成她这样的？老公都把情人带回家里鬼混了，她却既不上去破口大骂，也不声泪俱下的指责丈夫不忠，反而一直保持优雅的收拾行李。临别时，甚至主动帮小三拉链。I really shouldn't wear this color. Makes you look like a tramp. What am I saying? You are a tramp. 老公却没有太过着急，自己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他坚信妻子不会真的一走了之。Where would you go? What would you do? 可他这次失策了，妻子不仅自己要走，还要把2个儿子也带走。他不希望2个儿子跟出轨的父亲生活。丈夫气急败坏 Give me a break, you're a lousy mother. I love my children. So what? I love my kids and I'm shit for a father. 安娜并未继续与丈夫争论，等到电梯到站，她就转身潇洒离开。安娜第一时间接走2个儿子，紧接着又到银行取走所有积蓄，顺便买了一把防身用的手枪，最后更是将婚戒取下扔掉，表示自己与这段婚姻彻底了断。安娜买了一辆汽车，准备带着儿子远走他乡。小儿子觉得母亲是在赌气，最多1个星期就会回来。安娜并未解释。Now go. 很快，他们来到波士顿，准备住进奢华酒店。此时，安娜邂逅了曾经的追求者，他是当地出了名的绅士。在那个女性被束缚于家庭的时代，安娜清楚一个人无法抚养2个儿子，所以她现在急需寻找新的依靠。小儿子乔治觉得母亲在异想天开，毕竟现在的他离婚还带着2个儿子。然而，安娜却非常自信，毕竟当年这位绅士为了追求自己，甚至差点自杀殉情。Everything works out for the best. Always. 果然，追求者在见到安娜后非常开心，2人欢快地共进晚餐。结果安娜没有想到，她在喝醉之后不仅当众哭诉自己生意的失败，而且还开口跟安娜借钱。 Can you lend me some money? Can I what? $75,000 would do it. Dollars? All right, 50. It's not appropriate for you to solicit money from me. 安娜的拒绝激怒了男人，他肆无忌惮地大声咆哮，这让安娜非常丢脸。于是她借故去洗手间，躲过了周围人异样的眼光。谁知当她回到餐厅，却发现男人不仅不辞而别，还偷走了她包里的所有现金。更无耻的是，他居然没有买单。服务员害怕安娜逃单，只能跟在她身后不断索要，这让安娜非常恼火。好在关键时刻，一位穿着军装的上校主动替她解围。英雄救美的桥段一向如此。很快，2人就来到订婚现场。然而安娜并不知道，上校并不像她看到的那么简单。他总喜欢在吃饭时高谈阔论，发表自己的政治意见，而且非常强势，不允许任何人反驳自己。乔治忍不住提出不同意见，当晚就遭到了上校的各种教育。他把他们一家比作狗群，而自己就是领头的那一只，要求他们必须乖乖听话，不能忤逆自己。乔治顿时怒火中烧，虽然他不害怕上校，但他担心母亲会伤心，所以表面上选择隐忍和服从。 Woof, sir. 毫不知情的安娜还沉浸在筹备婚礼的幸福中。这天，母子3人外出购买物资，偶遇了一群残疾儿童。善良的母子顿时同情心泛滥，他们拿出仅有的500美元，全部捐给残疾儿童。谁知上校得知后，立刻暴露本性，他对着安娜大吼大叫，完全没有一点绅士模样。安娜被吓得不知所措，她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一定会想办法补齐这笔钱。然而上校根本不相信她，他要求安娜交出脖子上的珍珠项链。安娜有些不舍，上校竟然打算直接抢夺。被吓坏的安娜赶紧逃走，可上校竟紧追不舍。很快，安娜被逼到死角。危急时刻，乔治挺身而出，他从背后死死勒住上校，结果反被上校摔在地上。眼看儿子受伤，安娜立刻拿着武器警告上校，如果他再敢伤害自己的儿子，自己绝对跟他拼命。接着，安娜扯下项链扔给上校，然后带着乔治转身离开。虽然一路上遇见的都是渣男，但安娜依然没有放弃再嫁人的想法。她认为人生不能为了避免结束就拒绝开始，也不能因为以前的人就否定后来的人。而且现在是1953年，女性无法得到公平对待，报纸上都将女人比喻成附属品。哪怕像安娜这样的觉醒女性，依然无法挣脱束缚，依靠男人是她最好的选择。就这样，安娜带着2个儿子再度出发。来到新城市后，为了节约开支，安娜选择租住在一间廉价公寓。乔治看出母亲的窘迫，他想要回到父亲身边。安娜告诉乔治，无论生活多么困难，人总要有一些骨气。其实前夫一直寄钱过来，但安娜1分也没有要。很快，充满自信的安娜又找到一位实力强劲的大佬。谁知第一次约会，对方就想把安娜拿下，气愤的安娜宁死不从。于是大佬翻脸将她扔下车。尽管遭到羞辱，安娜依然坚信自己值得更好的，自己不是男人的玩物，他们应该尊重自己。可嘴硬不能当饭吃。很快，安娜就花光了手里的积蓄。为了生活，她不得不卖掉祖母留给自己的珠宝。刚走出珠宝店，安娜就遇到新邻居，他主动邀请安娜去喝一杯，可安娜却婉拒了他的邀请。不是她瞧不上这位邻居，只是她约好了富二代前男友要去参加她的宴会。这位富二代曾经也追求过她，她想着也许2人能旧情复燃。结果等她来到酒吧，却发现富二代正跟其他女孩吐槽自己，嘲讽自己人老珠黄。备受打
打击的安娜来到吧台前，打算借酒消愁。此时一位老男人却上下打量着自己。安娜鬼使神差地来到男人身边，本打算跟他喝几杯，谁知男人却是一名警察。他怀疑安娜是站街女，当即将她抓回警局。走投无路的安娜只能放下自尊，拨通前夫的电话，希望他能保释自己。可惜对面却传来前夫与小三的欢声笑语。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安娜。彻底死心的安娜在警局关了一夜。第二天，善良的邻居过来保释她，这让安娜有些感动。在家门口，安娜请求对方不要宣扬此事，邻居承诺自己会守口如瓶，这让安娜十分感动。虽然邻居非常贫穷，却是自己遇到的第一位绅士。此时，乔治赶了过来，他气愤父亲的所作所为，大骂他就是个混蛋。可安娜却阻止他的辱骂，因为前夫虽然对不起自己，但他却深爱着儿子乔治。When you were 2, or maybe 3 years old, you came down with something awful, earache or something, or whatever it was. You were crying, nothing anybody did could make you stop. Until your father came into your room, sat down on your bed, and started playing his clarinet. He did? Mm-hmm. And whenever he would stop, you would just start crying again. So he just kept on playing nonstop for what felt like days. What happened? He got better. It's the biggest bunch of crap I've ever heard.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you are too young to understand. 经历这么多打击之后，安娜决定暂时不考虑结婚，而是先去找自己的姐姐。可乔治却不愿离开，因为他遇见了自己喜欢的女孩，他们一见钟情，很快就走到一起。如今即将分别，乔治匆匆找到女孩。Yeah, I'll see you around. 吻别之后，乔治跟安娜来到姨妈家，不过姐姐好像并不欢迎安娜。刚一进门，他就询问安娜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安娜对此满不在意，因为她知道姐姐是刀子嘴豆腐心。无奈的姐姐又追问安娜，她打算靠什么谋生？两个儿子本以为安娜会继续找男人，谁知安娜却告诉他们自己要找一份工作，这让儿子非常惊讶，因为此时女人能做的工作几乎都是又脏又累的体力活。安娜一直养尊处优，根本就不可能去做这些工作。然而他们低估了觉醒后的安娜，她找了份餐厅服务员的工作，虽然又苦又累，但她一直咬牙坚持。直到这天，一位男性客人伸出咸猪手。 Where's my coffee, sweet thing? Right here. What the hell? You crazy? 最终安娜被老板开除，虽然有些委屈，但她很快就调整好情绪。她来到一家颜料店，打算应聘店员，谁知店长根本不把女性员工当回事。他随手让安娜填下表格，接着就让她回去等消息。此时一位女顾客的要求很高，店长有些应付不过来，安娜主动上前帮忙。 Well, have you considered a peach? It would bring out this color in the fabric. 而靠着对女性的了解，安娜当场就拿下一笔大订单，店长立刻录用了安娜。很快，安娜就做得风生水起，仅仅1个月，店里的销售额就涨了20%。老板得知这个消息，主动来探望安娜，同时他对安娜也有些好感。不久后，老板正式追求安娜。虽然安娜已经能够自立自强，但面对绅士的老板也并未拒绝，而且老板对他的2个儿子也非常重视，对安娜也是宠爱有加。这天，大儿子要参加演出，老板主动推掉工作前来观看，甚至主动为大儿子鼓掌叫好。眼看老板如此真诚，安娜决定接受他的爱意，儿子也为安娜感到高兴。谁知这天几人外出露营时，一位女人突然找来，她竟是老板的妻子。 Surprise, surprise, surprise.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安娜非常难受。律师告诉安娜，老板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总幻想找不同的女人结婚。安娜已经是第7个了。不过她的老板身份是真实的。老板妻子为了表达歉意，主动给安娜一笔赔偿金，但安娜还是感到非常伤心。老板妻子安慰她，这件事并不是安娜的错。可安娜表示自己只是想要有个依靠，为了能真正独立起来，安娜决定前往洛杉矶。谁知乔治却提出强烈反对，因为他喜欢这里，他在这里交到很多朋友，实在不愿再次颠沛流离。 安娜却觉得他太过自私自利。乔治反问安娜，知不知道自己爱看什么书，喜欢什么颜色，穿多大码的鞋子。安娜被怼得哑口无言。原来她其实很少照顾乔治的情绪，这也是2胎家庭的悲哀。偏心是在所难免的，安娜也是如此。她对敏感内向的大儿子过多关心，却对性格开朗的乔治疏于照顾。殊不知，这让乔治极度缺乏安全感。特别是在上一座城市，乔治的父亲过来看他，他希望父亲能带自己离开，然而父亲却选择了拒绝。被父亲抛弃的乔治害怕母亲也抛弃自己，谁知下一秒，安娜却说尊重他的决定，将他留给姐姐，开着车继续向前。安娜忍不住回头张望，而乔治倔强地站在原地，并没有追上来。一路上，安娜为了挣点钱，不断捎上搭乘顺风车的路人。原本一切非常顺利，他们与路人也聊得很开心，直到遇见一对小情侣。他们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和善，可路途中突然持刀挟持安娜，逼着罗比交出所有钱财。 Go get it, Pansy. Hey, hey.
谁知大儿子罗比却拿出手枪。男子本以为罗比不敢开枪，但面对挟持母亲的歹徒，罗比果断扣动扳机。 Put down the ship, soldier boy. Make me, Ferry. 被吓坏的男子赶紧放开安娜，此时女子却假装可怜，她声称自己是被胁迫的。安娜同情她的遭遇，带着她一起离开。谁知中途休息时，女人却偷走安娜两人的所有财物，而男子开车前来接应。无奈的罗比只能求助乔治。原来安娜为了不让乔治受委屈，把大部分赔偿金都交给自己的姐姐。得知真相的乔治非常感动，他跟罗比约好在下一站见。接着，乔治拿着钱迫不及待地出发。 Why are we stopping here? Well, I figured we could just stop here and pick somebody up. Well, I don't see anyone. Oh, look, there's someone now. Get in the back. Okay. 当乔治突然出现在眼前时，安娜虽然很欣慰，却依然傲娇的不愿让步。乔治也没有理会母亲，他只是接替哥哥罗比坐到驾驶室，接着拿出钱递给安娜。安娜接过钱，扔到自己的手提包里。此时乔治看到里面的书籍，正是自己最喜欢的文学小说。原来上次被乔治怼过之后，安娜意识到了自己的偏心，于是开始有意识地了解乔治的喜好。毕竟都是自己的儿子，安娜怎么可能不爱自己的孩子？只不过是琐碎的生活占据了太多时间和精力，让她无暇顾及太多。重归于好的母子再度出发。几天后，他们终于抵达洛杉矶。原本安娜想着能住在海边，欣赏日出日落，可手里的钱却不允许，他们只能住在偏僻破旧的公寓。甚至为了生活，安娜还卖掉了自己心爱的车子。暂时安定之后，乔治两兄弟决定去沙滩游玩，安娜则去购买生活用品。等她回到家中，发现前夫居然等候多时。或许是阅尽风情后，最终发现还是家里的妻子最贴心，又或许是玩累了想要歇息，才想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总之，在收到乔治寄给自己的明信片后，前夫便马不停蹄地追赶过来。他本以为在外吃尽苦头的安娜一定会与自己破镜重圆，安娜似乎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可惜她低估了安娜。如今的安娜早就已经彻底觉醒，人生的确需要爱情的甜蜜，但不能靠着爱情生存。最终，安娜拒绝了前夫的好意。I can't do that. Don't you love me anymore? I don't know if I love you anymore. But I do know that I don't need you anymore. 为了养活孩子，她在好莱坞影视城找到一份跑龙套的工作，虽然非常辛苦，时不时还会出现意外，但看透生活本质的安娜却从未叫苦叫累。不久后，安娜得知前夫因为心脏病去世，乔治更是十分伤心。也许过去她埋怨过父亲，可如今她有的只是不舍，还有不知所措。安娜看出乔治的悲痛，轻声安慰他：虽然你的父亲有诸多不是，但不可否认他是爱你的，你也不能否认这一点，所以你应该去送他最后一程。想通的乔治立刻购买飞机票，接着回到纽约参加葬礼。参加完葬礼后，一位校长得知乔治很有写作天赋，于是决定破格录取他，同时还愿意为他提供奖学金。而在洛杉矶，他没有这样的好机会，于是乔治决定留在纽约，而安娜也支持乔治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可在纽约没有多久，乔治便提出要回到洛杉矶。虽然自己希望追寻梦想，但他发现自己更离不开母亲，他还是希望能陪在亲人身边。接着，乔治匆匆赶回洛杉矶。此时，安娜和罗比正在拍戏，而由于无法进入剧情，罗比被导演骂得狗血淋头。见此情景，乔治赶紧安慰罗比，告诉他要用心去感受人物，要将自己带入剧情，不要去演戏，而是要去演角色自己。接着，乔治照着剧本演了一遍。 This is where I belong. With you, with whatever's left of my family. I didn't know before, but I know it now. And I ain't going anywhere. 此时导演刚好看过来，他发现乔治不仅长得帅，而且很有表演天赋，于是乔治歪打正着地成为一名演员。而一直执着拍戏的罗比发现自己其实更适合做片场服装的工作。而安娜的身边虽然还是有追求者，但她都是一笑而过，不再依赖任何一个人，而是依靠独立自主的自己。人生本就是一段旅程，谁都可能是过客，唯有自己是主角。常常熬不住的时候，也想找个靠山，可是你怎么找都会发现，有的山长满荆棘，有的山全是野兽。所以你应该是自己的那座山。真正能给你撑腰的是丰富的知识储备、足够的经济基础、持续的情绪稳定和可控的生活节奏，是那个打不败的自己。你当像鸟飞往你自己的山。